妈妈呢，它代表是什么？因为它料理家务嘛，要分配金钱嘛，所以妈妈代表是我们跟金钱的关系。妈妈代表钱，所以你去看哦，那些跟妈妈感情不好的，钱的世界也不好，哪怕很辛苦都赚不了钱。信仰注重在人间，今天可以去绘画，天官五财神躲老板。生命富足，身心光明，我是圆圆满满的圆心师姐，天官五财神就是我的老板。在这里，我将替财神爷把话传达给各位观众，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家庭间如果不和睦，会影响财运哦，要小心哦。好，所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说说财神爷呢，他很强调的是情财双修。所谓的情财双修，就是告诉我们财为水，水为财，我们要得到财，也要修炼情感哦。情感也叫爱河千尺浪，爱如潮水哦。这两样都一样，都是水系统，都是水元素。所以关于水系统、水元素都赶快，事业好，金钱好，感情好，感情不好，事业不好，金钱也不好。那所以说到这里财神爷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来拜财神爷，来亲近财神爷，不只是求财，你要求财得财，一定要进行情财双修。那这个情财双修财神爷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修炼的部分在哪里。这边要探讨的是关于我们跟原生家庭的一切。我们跟原生家庭就是有我们的父母有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由我们出发的原生家庭的这些爱，我们怎么来修炼，让我们可以情财双修，一切圆满。那首先是我们从财神爷的金融如意玄坛真经里头有一段话财神爷是这么说的，关于父母财神爷说，父母心有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有不是无不是。哇，好像在绕舌但不管如何，他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是，父母心有不是，就是说哪怕父母做错了事情，那你说要探讨是不是错误，其实不是错误呢，可能是他还不适合当父母啦。成为父母这件事情并没有所谓的对错，但是有可能是还没有适应去成为父母这个事情，所以可能会有事情做不好。所以有不是无不是，就是告诉我们，父母可能如果我们觉得他不对不好，不是他不是父母，而是他可能还没适应好成为良好的父母。这样明白意思吗？换句话说我们来谈一谈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刚刚那段话是出自于财神经，财神爷呢，他用我们现在的言语用我们现在的时下逻辑用语，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其实我们从古时候来看现代我们来看看现代也几乎是如此啦。你会发现家里的成员关于爸爸这个角色爸爸都要出门工作赚钱对不对？我们几乎爸爸都是这个工作赚钱的责任是在他身上。多数是如此当然也有相反，但是我们谈论的是从我们古代谈论到现在关于爸爸要出去工作赚钱，爸爸他代表的就是一个事业的状态。那再来呢，我们想想妈妈呢，古时候的妈妈她是不是在家里料理家务，她要分配钱财，把家务料理好。其实我们多数人的母亲角色大概她会是如此啦但是呢，这边不管现在时下如何运作，我们都回归到古时候的样貌。所以财神爷在20年前就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情，他说你去看看那些跟爸爸好的事业一定好。我20年前听不懂因为20年前我才刚步入社会，经验也不多，但是20年后来看还真的呢。我们同样是同学一起成长的到现在也45了我们真的来看那些过去的朋友或是同事同学我们这样关注看下来，还真的跟爸爸关系好的，真的好像事业都有得到加持跟祝福，他在事业的路上真的比较好所以我们要注意好我们跟爸爸的关系，他代表事业所以在冲闯事业的你，也请你好好想一想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如何。好，那我们再继续讲妈妈。妈妈呢，它代表是什么？因为它料理家务嘛，要分配金钱嘛，所以妈妈代表是我们跟金钱的关系，妈妈代表钱。所以你去看那些跟妈妈感情不好的，钱的世界也不好，哪怕很辛苦都赚不了钱。这个是我的经验看到，当然有一些经验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讲的就是你去真实的观察你自己。如果你发现你的事业特别辛苦，你回想你怎么对待你父亲，你跟你父亲互动如何？如果你的金钱不好，你好好认真想一想，你跟你的母亲的互动又如何？通常我们在财神粉丝的询问里头，财神粉丝对我是比较开放心房的啦，会比较勇敢去说所以我们观察下来，真的呢都没有离开财神爷所说的这个原则。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各位今天告诉你们不管你跟父母的感情如何，当然如果你跟你父母感情不好，你不是他养大的你不需要很矫情的跑到他面前跟他说爸爸妈妈我爱你，这太假了。
但是啊，我倒觉得是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要过上情财双修的生活。不管你跟你的父母关系是如何，我觉得都试着有一个破冰之旅啦，有个良好的互动啦。你不用很矫情跑到他面前说我爱你，不用，但是你可以譬如说有互动啊，吃个饭啊，然后我们譬如说清明节啊、中元节啊，或是所谓的就是大日子爱拜拜时阵啊，这没才啦，这位工作人员就给我暗示这没才，应该是说我们的中秋节过年。中秋节、中元节，没有人在清明节跟中元节吃饭，这样有点可怕。拍谁，对，拍谁？我已经老时候已经习惯那一种，就是问世服务啦，一年要超度祖先的日期，这个不是啦。但是超度祖先真的的确可以改善家运啦，这个先我们插一个进来跟各位笑一笑哈。真的超度祖先，在刚刚所说的清明、中元跟对啦，确实有嘿啦，可以改善家运啦，对啦。但是你如果说遇到大节日，真的跟你父母感情不好的试着约出来大家一起吃个饭呐，或者说我们到了这些人间大节啊，譬如说中秋节我们送个月饼嘛，对不对？这也 OK 啊，讲不出爱我们送月饼啊，试着看看啦，再不行你就把月饼挂在门口啦。所以这边跟各位分享啦，这个让你们了解，记得要想想你的金钱，就想想你跟你阿布的感情如何，你怎么对待你阿布。要想想你的事业能够冲闯的如何，就想想你阿爸，你想想你跟你爸如何。这样明白了吗？好，所以我们继续来讲既然讲到了父母，我们的原生家庭还有谁？还有我们的手足啊，我们的兄弟姐妹。那财神爷有这样说过，他说其实我们跟兄弟姐妹的关系等同于我们的人际关系。好，那这人际关系又有分哦。如果说今天你的家里的姐妹比如说我们家都生女的都是姐妹，或是我们家生的都是兄弟，好，通常一样的性别，它会代表的是你在情感的世界里头，男女之间你会有比较多的功课得学习。你就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怎么讲？因为他说其实兄弟姐妹是你看我们出生出来一开始就来人间的玩伴嘛，陪伴我们成长嘛，所以我们跟他的互动真的也代表着我们跟我们的朋友的人际关系的互动的模式。然后呢，特别这边有个地方在强调，就是说如果你出生是有男有女的家庭，可能你在爱情的世界里头，你会比较勇敢去面对你的爱，去拿你想要的爱。反而是在同性家庭成长的，比如说一家都女的或一家都男的，这样的家庭里头在面对爱会比较胆怯害怕但是也会有一些部分 over， 它会两极化的呈现。这边让你们明白，关于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它代表的就是我们跟事业、跟金钱、跟人际之间的关系。那我想问师姐好，请说。刚刚讲到，父母啊，其实跟我们的事业跟金钱有关系。那像我们讲的孤儿啊，或者是说他可能受到家暴的，父母没有尽到照顾责任的，难道他的事业跟金钱就不好吗？明白。好，来，没关系。虽然你没有父母就是给你尽到责任的照顾，但是啊，当你长大之后，你有能力，你可以回馈给你，比如说原本照顾你的这些养育机构，我们可以继续捐钱护持他们，继续帮助更多的小孩。相对的，你也等同在照顾你的父母，你的事业、金钱一定得到祝福。那当然，有些人是，他可能是他有养父养母，虽然不是亲生父母，但养父养母也一样啊。台语有一句话他在讲，先就想对哦。换句话说就是其实如果有养父养母的人那你就贡献你的爱啊，你的金钱啊，给你的养父养母来共享也很好啊。所以呢，这边呢要帮助这些没有父母的孩子们你们怎样去创造你们的美好的事业跟金钱的加持以及祝福。就是第一个回馈照顾你们的机构，再来呢就是好好的去奉养你的养父养母，都一样会得到美好的祝福。其实现今的社会也有不少例子是受虐儿啊，或者是说他已经被司法机构给保护起来，甚至是被弃养的这些孩子们。当然你没有父母不见得就代表你事业跟金钱会不好不是这样的。只要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回馈你的金钱或回馈你的才能你回馈给社会，帮助有需要的团体，同时你愿意去相信爱有美好存在，你可以创造爱，你去建立你的美好的家庭，一样啊，你一样会得到所谓的金钱跟我们的事业的祝福。那我想问师姐，是我们常常有一句话会讲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所以像我们在社会新闻上常看到那种没有尽到照顾责任的父母啊，那财神爷怎么看待呢？
好，当然在财神爷的理念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所以我们真的要讲父母他一定是对或错吗？我们不讨论对或错，我们只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不管你是成为别人的父母，或是你是别人的孩子，这些对应的关系里头都有生命要学会的一些课题跟成长。就像你看，有些孩子出生于破碎的家庭，人家他之后他也是家庭幸福美好啊，成为社会栋梁啊。那当然有些孩子可能从破碎家庭出来，他可能也继续毁灭，这个都有啦。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些结果的产生，真的问题不在于父母或是子女到底哪边对哪边错，而是我们如果要更好，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课题，我们愿意改变，我们愿意创造美好。好，所以在这边让你们了解哦，希望我们镜头前的你大家都可以钱包赚满满，然后得到幸福，得到爱。祝福各位，再见。Hello， 大家好，我们即将呢要在4月23带来第一次的直播哦。那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留言区里头把你的问题给丢上来，我们呢会在直播节目里头一一为大家来做回复哦，不见不散哦。